如果，我说如果啊，我们什么都按照财政部、民政部、社会部的规定去发放粮食和物资，我保证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一个人的粮食我都不会缺的。现在问题不是出在我这儿，财政部拨给我那点钱，还有美国援助那点美元啊，上边非要我们去他们指定那8家公司去进货。好，我进，短斤少两不说了，钱汇过去，我总得见到粮食吧。1等不来，2等不来，我是不是得问问他？我这一问，人家说了，粮食装船了，船发出去了，海上浪大把船给掀翻了。你说我跟谁作家？这些人是太不像话，黑不黑呀？太黑了！可是他们心黑脸白呀，整个郭顶辉都抹在我的脸上了。好了好了，别激动别激动啊，安静安静，凉快凉快，咱们再说啊。说实话啊，本来这些事情我是不想说，慢慢说慢慢说。铁人兄啊，现在看来啊，这几家公司啊，比党国都大，真的。比方说进货啊，在这个调配会上，我提了多少次？我说有些粮食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物资，能不能到我们中央党部的那几家公司，我们近一点呢？可是，一提出来就给我躲回去了。你说我委屈不委屈啊？啊？个个都是国民党人呐，好像为中央党部做点事情，哎呀，比上天都难，跟他们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人呢？这都是啊！那你们每次开会都有会议记录吗？这点你放心，只要心中有党，我知道怎么做，所以每次会议我都有记录，而且事后我还做了备份。那就好。那些人要是胆敢把党产也变成私产，那就是自掘一大。是，但是这话又说回来啊，这年头谁也不能喝西北风，也都需要养家糊口，这是人之常情。我说这话你能理解啊？所以呢，我就想，目前跟共军作战，那怎么也算是大头。党部开销，你得放到中头，个人你捞个小头，所以我在会上我就提出了这么一个631的方案。国产拿6，党产拿3，私产拿1。他们也不附议，也不反对，可做起来全乱套。所以铁英兄啊，我今天呢有个现成的数字，我必须得告诉你，因为它牵扯到你们警察局。你知不知道你那个前任在那几家公司拿多少股份？4%。你不知道他临走的时候啊，提出个什么要求呢？要把这4%的股份转到上海那边去。我一想，不行，
我知道你要来，你看我想的全不全？你初来乍到，警察局那么多弟兄都要听你的指挥，冲锋陷阵。你说这4%的股份被他一个人拿走了，我跟你都交代不过去呀！啊，老兄，我觉得我没做错，啊？有句话我想问问你，你说，你就如实告诉我。我还不如实吗？我跟你没有假话。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所有的账，是不是都从那儿走？啊？是。北平分行到底有没有节流？哎呀，怎么说啊？反正据我所知啊，方行长这个人还是识大体的，他只是现在为方方面面走账。我想，他应该不会挣这个钱。方行长亲自管账，这个人何许人也啊？啊，你说万一出点问题，他不得找个退路啊？他躲在背后就完了。现在是所有的账目都由他的副手，有个叫崔忠实的人来具体负责。崔忠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精明，能干事儿，而且还能兑现。别急，什么事儿呢都得慢慢的来。你呢也不能在我这里待很久，啊。但是有一点，在这里说的，就不要出去跟别人说了。你不讲，我就能帮你。兄弟明白。另外，那4%你心里应该有数啊。我走了。安排考特主任明天下午到火车站，看见崔副主任下车，就马上告诉我。是。德州到了啊，到德州的下车。德州到了，到德州站的下车。有到德州的吗？请问先生，德州到了啊。这里是3号吗？是3号。你是4号。我是4号。今日的大公报，先生要是喜欢，可以看看。一开车就熄灯了，谢谢你啊。报告将军，我们都是重症学社了，辛苦了。
捐多了？还没有呢。大哥，你看，咱们家座钟还没响呢。从小你就喜欢玩拨钟。大哥这块表啊，作战用的，分秒不差，就等1克了。太没劲了。这个家里的人，一个比一个精，都不好玩。行，我回军营。大哥，总得上楼纪念爹吧？这里不是北平市警察局，孟伟，家里的事儿你不要太多干涉，也不应该干涉。大哥，从今天晚上起，妈就应该住在这里。一辈人有一辈人的事情。孟伟，记住大哥这句话。今天辛苦姑父，姑父，家里还没有些什么剩下的馒头、窝头什么的，都给我带点。军营里的那些弟兄，今晚只吃了些饼干。这些事儿，姑爹还用你操心吗？蔡妈，把那一篮子吃的拿出来，孟敖要走了。孟伟，还是你的车送我。让你跟着受累了，回去带我向何伯伯问好。北平很乱，大哥和你的队员们都要注意安全。是，走了。嫂嫂，孟敖已经说了，你今天就不要回你那个家了。明天一大早，我派人把东西都拿过来，上去陪陪行长吧。谢谢你们了，阿姨，千万别这么说。舅妈，我陪你上去。什么事都让你陪。谢叔叔，我也该回去了。怎么又要回去了？不是说好在这里住吗？爸爸这一项哮喘犯了，我得回去。谢叔叔，麻烦您安排一个司机送我一下。应该回去，我马上派车。谢谢谢叔叔。太没劲了，想见梁先生也犯不着这么着急吧？你说什么呀？长官，到了，我领您去。你认识店主？报告长官。是，走吧。记住，以后不要叫长官。是，宋教授。Come in. Hi, Sophie. I am a student of Professor Liang. That is a friend of Professor Liang with me.
Good evening.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Professor Yang is waiting for you upstairs. Please come in. Thank you. Come in. No, thanks. I'm waiting here. Okay. 辛苦了，柯达同志。你也辛苦，梁经纶同志。剑锋同志好吗？你说呢？剑锋同志让我代他向你问好。谢谢剑锋同志。7月5号，学生是怎么闹起来的？为什么事先一个报告都没有？7月5日，东北流亡学生到北平参议会闹事，共产党事先并没有组织。好几万人，声势之大，震动全国。美国方面当晚就给国府发了照会，你说这一切都是自发的？这背后没有共产党的指使？你这话我相信，上面也不会相信。柯达同志，中共上层昨天有了新的指示，能否容我先向你汇报他们指示的内容？进去喝杯茶吗？谢谢何小姐，不用了。是什么时候做的？7月6号紧急下达的，我也是今天听到的传达，不是全部。柯达同志，7月5号东北流亡学生抗议事件，的确不是共产党事先组织的，因此我也没料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虽然如此，我还是有责任，我向组织检讨。你不需要做检讨。你刚才汇报的这个共党文件很重要。尽你的记忆，把它书面写下来，我带回去，上报剑锋同志。已经写好了。由于听的是口头传达，可能有个别的字误，但主要内容都在上面。很好。回来了。爸，都10点多了，你怎么还不睡？见到你孟敖大哥了。孟敖他叫父亲了吗？哪儿呀？方叔叔一直待在房间就没出来，2个人连面都没见上。你方叔叔一生要强，晚年了连个儿子都不敢见，这是要的什么强啊？爸爸问你啊，今天方家是你自己想去，还是别人请你去的，还是什么人叫你去的？爸，什么是人家请我去的，叫我去的？请你去的当然是方家，叫你去的一定是经纶。跟爸要说实话。
今天上午，声援东北的同学见到了孟敖大哥，木兰就拉我去了，说是我在那儿能帮帮方叔叔。你想哪儿去了吧？来的时候，建峰同志让我给你带句话。建峰同志说，如果我们党内有100个梁经纶同志这样的人才，国民革命成功有望。感谢建峰同志的信任。可眼下的时局，就算有1万个梁经纶，也起不到什么作用，鞠躬尽瘁而已。你要有信心。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打击党内的贪腐，尽快推出币制改革。只要这2点可以有力的推行，盟国就会恢复对我们的信心，国民政府就能稳定城市的物价，稳定民心，就能支持总统在前方战场打败共军。到时候你就要到南京去担负更重要的工作。请坐。还有，建峰同志很关心你的婚姻大事，不知道你和何孝玉小姐的关系发展的怎么样了？建峰同志说你们很般配，更何况他的父亲还是国府的经济顾问。建峰同志期待为你们主持婚礼，期待你们一家都到南京去工作。我们不能让做出特别贡献的同志总是过着清苦的生活。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这是我的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朋友喜欢的诗，我不喜欢，但我相信。还是向你汇报工作吧。昨天你下达的任务，我已经派人去执行了。监视方孟敖的任务是，派去接触方孟敖的人就是何孝玉。除了他，没有其他人可以去吗？只有他最合适。他的父亲跟方不停是哈佛的同学，关系一直都不错。他本人小的时候也跟方某在一起生活过。我听说2个人小的时候，2家的父母还有过姻亲之约呢。何孝玉现在是共产党外围发展的进步青年，利用他去试探或者发展方孟敖，可以随时视情况变化而定。你们梁先生这一向老是住在外面，我这里给他安排的住所他也不来了。爸爸知道，你们都还不至于是共产党或者什么国民党，可燕大毕竟是做学问的地方，不要卷到政治里去。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爸爸当然也不懂。可是爸爸记住了南京的蒋先生说的“宁可错杀1000，绝不放走1个”。延安的毛先生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他们谁也不饶谁。这个仗打到哪天算一战呢？不要跟他们去闹。”爸，我可不同意您这个说法。怎么说，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不会去抓人民，更不会杀人民。可现在就在北平的监狱里，还关了那么多无辜的东北学生，您当时不是还站出来保护他们了吗？这件事，您还有那么多开明的叔叔伯伯，都应该出来说话。该说话的时候，你爸会说。可爸爸毕竟是一介书生而已。国民党上层嘛，我是有些朋友，可在政治上，你爸从来不是他们的朋友。爸老了，只有一个亲人，就是你。
那么多学生，像儿子一样的也只有一个，就是经纶。爸爸这点虚名和关系，能保住你们2个就不错了，知道吗？哎，我们可以利用何家和方家的特殊关系，向北平地下党组织建议，将方梦敖的策反工作交给我们燕大学委去执行。梁经纶同志，我对你派何孝玉小姐去接触方梦敖表示遗憾，也表示敬意。我代表组织，代表剑锋同志，向你表示感谢。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还是相信那句话。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不要再这样想，也不能再这样想，要相信组织，相信剑锋同志。我相信我自己的选择。请你向组织、向剑锋同志转达我的话。既然我选择了不能再选择，就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不要再看萨特的书了，有时间多看看《曾文正公全集》。经纶今天晚上肯定不会回到这里住了，睡吧。啊，您吃药了吗？李妈已经拿给我吃了，你也去睡吧。我再陪陪你，把您哄睡着了，我再去睡。那你就给我哼一个浮云散，啊！都老掉牙了，方叔叔一来就叫我唱，您也老叫我唱，我都唱烦了。我给您唱一个新的。那算了，什么都别哼了。好，好，好，我就给您哼，行吗？哼。国民政府5人调查小组到达北平后，经过调阅案卷，一发感觉案情之复杂棘手，超出想象。被调查的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牵涉到中央民事调配委员会，
被牵连的北平分行牵涉到中央银行，这些都还只是表面现象。深层的原因是这2个部门背后隐藏着极为庞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集团。请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马汉山接受调查。面对这个深不见底的黑洞，5人调查小组只有一个部门决心凿开铁幕，那就是蒋经国领导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而代表这个部门的就是曾可达。他的目的不只是彻查国民党内部的贪腐，还要借彻查贪腐挖出方孟敖背后的共产党背景，以证实自己的忠诚和正确。还没人请你做吧？你现在面对的是中央派来的5人调查小组，先报职务姓名。我不明白，我是来接受调查还是接受审讯呢？我们这个小组叫做5人调查小组吧，也不是特种刑事法庭。马局长，你现在只是接受调查询问，没必要报什么职务姓名。坐下吧。出去！不报职务姓名，立刻出去！我抗议！这是对我们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侮辱。杜先生，你是5人调查小组的组长，你要代表南京方面严肃会稽。杜万胜是个牛津大学财政博士出身的人，因深受现任财政部长王云武的器重，出任财政部总稽查。一是看重他的专业长才，二是信任他的书生正义，这才在联席会议上推荐他担任了5人小组的召集人。今天刚开会便出现这般剑拔弩张的场面，却是他没想到的。中央联席会议的文件，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看看第2款第2条，被调查人该以何等态度接受调查小组的调查。如果我们5人小组里有人连文件都没有看，我建议先回去把文件看完再来开会。既然是中央联席会议的规定，马局长，你就报一下你的职务和姓名吧。啊，本人马汉山，性别男，现年53岁，北平市民政局局长。民国37年4月兼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请问我可以坐下了吗？坐吧。谢谢。马副主任，请您把4月份接任以来，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的情况，向我们5人调查小组做一个简明扼要、全面的汇报。哟，做这样的汇报，你们应该叫这个民事调配委员会主任来才对呀。本人是副主任，他不管全面。你看我这，哎呀，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主任是谁啊？啊？刘耀章吗？啊，同时，刘先生还兼北平市市长，应该翻过来说啊，市长兼主任，刘耀章。刘耀章是什么时候兼任
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主任的。6月23号，杜总稽查让你汇报4月以来的全面情况，你往一个6月23号才兼任主任的人身上推，马汉山，你拿军统那一套来对付我们，用错地方了吧？马副主任，请您回答曾督察的问题。好，我回答。第一，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不止我一个副主任，各管各的事儿，他们管的事情我都不知道。第二，刘市长虽然接任不久，但是民调会各方面的报告都呈递给了他，而不是呈递给我呀。第三，6月以前，民调会的主任是由前市长何思源来兼任，现任主任不知道的事情，你们完全可以问前任主任。第四，曾督察刚才提到了军统，不错，本人在军统还有兼职。请问调查小组，你们这次是不是还要调查军统，调查军方的物资供应委员会？啊，如果是，曾督察，你完全可以在南京问郑介民主任啊，你不是国防部的吗？郑主任现在的正职是国防部的次长，你看你问起来多方便呐！啊，回答完毕。曾可达现在是出奇的冷静，只有意无意地望向方梦敖。他在看方梦敖的反应，他压根儿就没有把马汉山之流放在心上。他关注的是方梦敖，还有方梦敖的背景。现在正是考验一下方梦敖的时候。要是此人真无任何共党背景，用来对付马汉山，尤其是自己对付不了的方不停，将来必须要靠此人。方大队长，你是派驻北平的经济稽查大队的队长，将来很多具体的任务都要你们去执行。针对马汉山这4条反驳意见，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是列席会议，能够提意见吗？当然可以。那我说了啊，请说。马局长，我可不可以不回答你刚才说的4点理由？因为你说的完全不懂。方大队长，你是国军的作战功臣，抗日的民族英雄，本人很敬佩你。很多别的事情你不屑于去做，当然也不想去了解。至于你刚才说的不懂，本人深表理解。既然你不懂这里边的详情，我觉得你也犯不着让别人当枪使啊。就这句我听懂，我现在就问你这一句，我被谁当枪使？你是不是看我连作战部的军令都敢违抗，因此是个为了个人感情能放弃原则的人？我可以命令大队不轰炸开封，那是因为不愿意轰炸自己的城市，不愿意杀自己的同胞。可马局长你不一样。昨晚回去，我也看了一些材料，就在不久前，你利用你在军统的职位，调了好几百便衣特工去杀学生。那些学生犯什么法了？不就是想拿回本来该属于他们自己的粮食配给吗？这件事情，当时的北平市长，也就是前任的民事调配委员会主任何思源，坚决反对。你往他身上推，职位都被免了，问他干什么呀？现任主任刘尧章连民事调配委员会的大门在哪儿都找不着，问他有什么用？马副主任，物资的购进和调拨都经你的手，我的大队调查账目和物资，往后我谁也不找，我就找你。马副主任，你的4条反驳意见，方大队长都回答完了，需不需要我补充啊？本人现在郑重地向5人调查小组提议，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不是我马汉山的委员会，涉及到那么多物资购买和调拨，
我马汉山有1000只手我也做不来。如果像方大队长刚才说的那样，账目和一些物资全都找我马汉山一个人的话，那我现在就提出辞去这个副主任职务。当然，除非你们同时调查中央银行的有关机构和驻外采购物资的有关机构，否则本人拒绝回答一切问题。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购买和调配，关我们中央银行什么事？马局长，说话可要负责任。杜总稽查，本人以为马汉山的提议不无道理。民生物资的采购调拨牵涉到那么多部门，这调查不能把什么事情都往民事调配委员会身上推，更不能往马汉山局长一个人身上推。那你们的意思，我们还应该同时都调查谁？马副主任，你的意思是不是还要请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行长来说明一些问题？这调查小组怎么会按照马汉山的意思去办事呢？因为刚才我也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针对哪一个人呢。杜总稽查，我看这是非得请北平分行的方行长来的，不然民事调配委员会是不会配合调查的。我同意这个提议，北平分行归中央银行管。王主任，我看就由您给方行长打个电话，请他马上来一趟。好，我打电话。曾将军，啊，可不可以抽烟？当然可以。对不起，先生，我要下车了。报纸看完了吗？啊，看完了，谢谢。先生，能不能把你这份报纸留下来给我看看？谢谢。你们都跟着我干什么？
方丈，我陪你去吧。到了那儿你不要说话，我来说。你就不要掺进去了。对付这几个人呐，我还用不着有人为我护驾。行长，你要姑爹陪你去吧。不是说怕那5个人，姑爹在，孟敖也会听话些。谁允许你插嘴我的公事了？父亲，我想过了，您去了之后，不要跟他们说那么多。我现在就去北平电话局，看着他们把顾大师家电话接通了。到时候，您直接跟顾大师通话就是。辛幼安有句词怎么说的？生子当入孙仲谋，是吧？不要这样夸他，行长。孟伟当不起这句话。父亲，姑父，那我先去了。以后当着孟伟的面啊，你少说话，我是为了你好。知道。去张自忠郭大使宅邸，一定注意行长安全。知道了。报告，方行长请到了。都请起来吧。方大队长，方大队长，请起立。不敢当。方行长，那就委屈您了，请坐吧。在座的诸位，多数都是方行长的老朋友了，可能只有曾督察以前没有见过。我介绍一下，方行长，美国哈佛的博士，长期就职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论起德高望重，宋先生、孔先生都是敬重。曾督察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就职，总统都看重的青年将官。久仰。幸会。方大队长，今天是开会，我必须介绍一下。方行长，令公子方孟敖现就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驻北平经济稽查大队队长，兼航空青年服务大队大队长。请坐吧。
方行长，请您来的意思，我们不说，您也应该知道。75学潮，国府十分重视，说法也有很多。问题是，盟国已经发来了照会，许多议员在国会上提出了质询。当前，国家财政相当的紧张，军事物资的供应已经是捉襟见肘，民生物资的供应更是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如果这中间还出现贪腐和走私的现象，我们财政部这个家基本上就没法当了。东北16所大学，15000名学生搬迁北平，这是教育部4月份向我们财政部正式报的预算。我们财政部是拨了款的嘛？为什么还是会出现7月4号北平参议会遣散东北学生的提案呢？央行北平分行管着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央行的钱是否划到了北平？北平分行是否把钱款划到了民事调配委员会？如果钱款真是划过去了，央行北平分行不负任何责任。方行长，请您来，就是想请您说清楚这个事儿。中央财政部的代表来了，央行总部的代表也来了。我能不能冒昧的先问一句，刚才杜总稽查提到的钱款，是不是划到了北平分行？这钱款指的是美元还是法币？美国援华代表团是7月3号和国府签的援华法案。至于法案里头同意援助我们多少美元，目前尚属国家机密，本人不能泄露。但是可以跟诸位漏个风，2/3是军事援助，1/3才是民生物资援助。这些钱现在只是字，只是写在两国法案协议上的文字，不是钱。要是说到法币的话，你们财政部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就算动用所有的飞机、火车运送，也买不了什么物资。方行长，我替你说一句吧，银行是需要储备金的，金库里头没有黄金，美元现在还在美国，愣要把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购买、调拨、发放的事情往我们央行身上扯，往北平分行上扯。方行长，你可以向央行总部写辞呈，我帮你辞掉这个行长，免得替人背黑锅。王主任这些话说的都是实情，本人没有意见。只是有一事不明，中央和北平等地方的民事调配委员会是4月成立的，组成人员也都来自社会部、民政部和各市的社会局、民政局。社会部、民政部也不印钞票，更不能生产粮食物资。央行不拨款，国府不调物资，民事调配委员会拿什么去购买物资？又如何调拨发放物资？这一点不说清楚，马局长，我也赞成你写辞呈，帮你辞掉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也免得替人背黑锅。那可真是拜托了，最好现在就让我辞职，拜托了马主任，拜托了各位啊！你们这是在要挟5人调查小组啊？不对，你们这是在对抗国府联席会议的决定。中央银行的代表，中央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代表，如果都是这个样子的态度，我现在就给王云武部长打电话。请便。便。电话。
杜先生，给王部长打电话有用吗？我来打吧。我是国防部曾可达，请立刻接通南京2号专线，立刻接通。是，我是曾可达，请让剑锋同志立刻接电话，谢谢。是我还好，和你说的情况一样。中央银行的代表王文全主任说，75事件和央行毫无关系。中央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代表马林生副主任说，75事件和民调会也毫无关系。好，我立刻转问。剑锋同志问你们，如果你们都没有责任，那是谁的责任？是他的责任吗？请你们现在就回答。这是南京2号专线，你们还让剑锋同志等吗？报告剑锋同志，我绝对没有说过民事调配委员会没有责任，我们一定认真查。是，你说就是。剑锋同志您好，可能是曾可达将军误会了我们央行的意思啊！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央行总部是有责任的，北平分行是有责任的，我们一定认真调查，认真改进。剑锋同志，是。杜先生，剑锋同志要跟你讲话。剑锋同志好。是，我在听。好的，我现在就让他接电话。王大队长，剑锋同志在电话里表扬你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是军人，就应该住在军营里。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向剑锋同志回答。我知道，公事和私事，我分得清楚。是。让杜总稽查向大家宣布。放心吧，剑锋同志。剑锋同志说，他把意见都向你说了，请你向大家宣布吧。好，请大家都站起来。2条指示。第1条，在5人小组会议期间，允许任何被调查的对象提出辞职，但是要立刻转送中央特种刑事法庭立案，接受法庭的调查审讯。第2条，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派驻北平市经济稽查大队，有权利调查民事调配委员会任何仓库的所有物资，并有权利查核央行北平分行所有的账目，其结果向杜万胜总稽查及曾可达督察汇报。
北平市警察局徐铁英局长需全力配合5人调查小组所有行动。请坐。马副主任，马局长，你现在还需不需要拜托我们替你提出辞职？我觉得你们应该听得出来，刚才我说的都是气话。如果需要，我可以做出检讨。方行长刚才并没有说过辞职的话，我记得是王奔全主任说的，是吧？是我说的，方行长确实没有说过辞职。该辞职的时候，我会提出辞职，但不是现在。国家到了这个时局，我提出辞职，不是对不起别人，而是对不起我自己，也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曾督察，我能不能借你电话一用啊？当然可以。接过来吧，是顾大使吗？北军兄，打搅了，我是方不停。是啊，在这个时候，是不应该出欺侮学潮这样的事件。给你在美国争取援助，又添困难了。可是我还是得跟你叫苦，物资供应委员会那边，跟共军打仗的军援固然重要，可是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众都没有吃的了，尤其是北平。如果美国援助的民生物资再不到，前方不用打，后方就已经败了。北军兄，拜托你，多为北平争取一点儿。谢谢。我代表党国所有同仁，代表北平200万民众，谢谢。代我向嫂夫人问好，你们也多保重。方大队长，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目是北平分行在帮助走账，具体的负责人是我的助理，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忠实。今天下午他回北平，欢迎你随时去查账。杜总稽查，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吗？我们送您，大家一起送方行长。一个八，一个八，漂亮，漂亮，哎，你帅哥，漂亮，你能不能快点？别，你让他考虑考虑，你让他考虑考虑。你们别逼他啊，别逼他。队长，太下位了。你就别说让他考虑考虑，一个二，说你要起，要别慢什么，快点！你出出来了是不是？快点！队长，哎，队长，接着打。战哥，把你牌给我看看。姑娘，哎，刚才说什么来着？如果袁刚敢炸你，你就再加一双军备，是不是？
队长，你看过我牌了，你再帮他胜之不武。啰嗦，袁刚站。好嘞，站，你说。我不打了，你输了。我怎么输了我？你输了，你得认了。你来吧。不是，你还以为你真赢？你挂着，我再给大家讲道理。从今天起，我们打牌一定要看牌，而且是正大光明的看，不是偷偷摸摸的看。因为对手出牌从来不讲规矩，把牌藏起来，黑着出，让我们怎么赢？金阳，不是说你，我说的是谁？大家明白没有？明白，明白。真的明白吗？刚才开会，派给我们任务，我们不光要查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所有物资仓库的账，还要查央行北平分行的账。队长，在南京的时候，曾督察可是让我们查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还有就是北平民生物资的运送，这怎么又加上一条查银行啊？这活儿，兄弟们估计完成不了吧？查仓库你够呛了，查银行我们根本就不会啊，这任务完成不了。没错，队长，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任务。查仓库，还是查银行，都不是这几天的事儿。啊，对了，我给大家带了样东西，金阳，你是老心儿，祖上就是做买卖的，交给任务，你先把箱子打开。好。队长，算盘，每人发一把。郭晋阳是总教师，会打的教不会打的，会算的教不会算的，3天之内都给我学会了。是，队长，打算盘3天，我真学不会。3天时间太短了。学不会的话，就打扫营房，给别人洗衣服。队长，队长。混账王八蛋！通风扇也不打开，你们等着起火呀！你这混账王八蛋！这仓库保管条例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要保持通风，谁这么关的通风扇啊？全市电力不足，接到通知了，要控制用电。什么？控制用电？那怎么报电费是满的？王一航啊，你胆子太大了，电费你也敢摊？我告诉你，你问问哪个部门敢停仓库的电，你就摊吧，把电费摊回家去，把你们全家都电了。祖宗们，快把电推上啊！哎！问你，扬子公司那1万吨大米什么时候入库啊？啊，局长，您知道，扬子公司驻北平办事处那大门啊，咱们根本就进不去。这5天前就该到的货，我们光打电话打了好几10遍了，就一个小娘们在接电话，还很不耐烦。你说，我们也不敢催呀。好，我告诉你们啊，方梦敖他们大队马上就来查仓库了。如果今天这1万吨粮食入不了库，你们俩就等着拉出去挨枪子吧。局长，这钱我们付了，这大米是他们没运过来，凭什么我们去挨枪子儿？这党国没有这种法律的吧？什么？你还敢跟我谈法律啊？李物志，我说你这个调配科长那本烂账能经得住查吗？醒不起的东西！电话呢？电话在哪儿？局长，仓库的电话线给老鼠咬断了。看见没有？粮食仓库的老鼠都没有吃的了，他不搁电话线搁什么？你们俩赶快去备车！今天这1万吨粮食必须得入库。这扬子公司的人都死绝了。有鸡蛋，老子一份报告直接打给总统。总统要是骂连个细皮，算饶了你。哼！你是哪里啊？你怎么知道我们这儿的电话？哎，你知道我们这是哪里吗？
我这是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你们的号码是孔先生亲口告诉我的。我也知道，你们是扬子公司驻北平办事处，行了吧？啊！你赶快让孔总接电话。我们孔总在休息啦。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那么多人，我知道你是哪一个吧？你马上去告诉孔总啊！你就说国防部5人调查小组现在没有一个人在午休，而且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稽查大队马上就要找你们了。哎，你们跟孔先生打过报告了吗？就敢来找我们？我告诉你啊，派国防部5人调查小组和稽查大队的人都比孔先生大得多，你还用我怎么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哎，你到底是哪一个嘛？马汉山，你问他接不接过电话吧？马汉山是个什么职务啦？马汉山是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北平市民政局局长，曾兼过肃监委员会主任委员，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你再不找孔先生接电话，耽误了事儿，你就等于把孔先生往火坑里推。赶快去！哎呀，我又不知道你是马主任嘛，你不早说。哎呀，好了好了，我现在去给你找他。你这个娘们真是，哎呀！同意，组织学生协助方大队查账，不要让北大、清华的学生参加，只组织燕大经济系的学生，一定不能失控。安排部分东北籍的学生参加，当然，里面一定要有我们自己人。同意，何小姐不加入查账队伍，还是让她单独接触方梦敖。好，向你的上级汇报之后，注意观察他们的反应。他们如果不同意，那就说明方梦敖一定有问题。好，我知道。喂，啊，杨教授，啊，刚才一个教授在接范本书，我在给他办手续，有什么事吗？哦，这个事很重要。这样吧，半个小时以后我去找你。嗯，老地方。好，好。7月6号传达的精神，言犹在耳。你们为什么一点都不听啊？即便要做那个青年航空服务队的工作，也不应该由你们来做。你们这是严重违背了组织规定的行为。刘部长，我们只是有这么一个建议，目前还没有做出任何行动。组织上如果不同意，我马上去制止他们。还只是建议吗？何孝玉已经开始接触方梦敖了，你怎么阻止？
让何孝玉突然停止接触。你们这么做，已经让组织很被动了。是，我接受组织的批评，我也请组织相信我们，相信梁教授。我们只是担心，怕错过了最有利的时机。下一步该怎么做，请你指示。方梦敖的青年服务队背景很复杂，更多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你去见他吧，只要控制在学生外围组织范围之内，可以先进行接触。记住了，千万不要把进步学生往火坑里推。控制在外围范围之内，怎么解释？不要有党内的同志参加，不要有碰硬的举动。保证这2点，国民党当局就不会抓住把柄，学生就不会遭到无谓的牺牲。好，知道了。我向金伦同志传达之后，再和你联系，向你汇报。不要向我汇报了，我今天就会离开北平。今后，组织会派其他的同志跟你接头。还有，一级对一级负责，你向我汇报的，不要告诉经纶同志。中央的精神已经传达给你们了，好好工作，同时要加强学习。是。铁英雄，徐局长，如果你都不信任我，那我只能破罐破摔。什么破罐子呀？怎么个摔法啊？摔给谁看？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个摔法。好。我现在就借用你的电话，你也亲耳听一听，扬子公司那皇亲国戚是什么嘴脸？什么叫皇亲国戚？你这是在骂总统，还是在骂夫人？马局长，给党国干了几十年了，江湖上那一套最好收敛一些。侯俊堂要是没有在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占那么多的股份，他能调配那么多的国军飞机替你们走私吗？你别忘了，侯俊堂上断头台是本人查的案子。我把你当朋友，你把我当什么了？当时审侯俊堂，我完全可以把你拉到案子里去。是不是让我把你当时写给我的信送给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不是，铁英雄，你看，反正那些事干啥呀？好，我说这辈子，干脆咱俩别称兄道弟了，你就是我亲爹，你就是我亲爹还不行吗？啊！好了，行了。我都跟你说了吧，侯俊堂在这几家公司总共占20%的股份。我说的都是真话。这件事无论法庭怎么审，也审不出来。
不是做老兄的，我说你，给党国干事，在身边一定要有几个真朋友。谁管用了谁就是朋友，谁不管用了谁就是早贤，那最后只有你自己光着脚。你告诉我侯俊堂占股份的事，那就是还把我当朋友啊！你不说，你以为我就不知道侯俊堂占股份？当然，这不是侯俊堂一个人的股份。侯俊堂死了，可他手下那些空军要分股的，谁也不敢再提这股份的事了，对吧？那你们这20%的股份，总得有个交代吧？那可是死了一个中将，死了一个上校，死了几个国军王牌飞行员剩下的，你们吞得下吗？不，你不能这么说呀！就凭我吞了20%，我要真吞了，有人把我就吞了。其实这20%根本那就再说说。扬子公司那个孔总经理，他是怎么说的？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那样，你看现在1万吨大米现在还没有到位，侯俊堂的20%的股份，现在连提都不提。你怎么想的吧？我到这个时候我还能怎么想？脑瓜一片空白呀！我总不能把背后这些事我都跟这个杜万成、曾可达说吧？你说我能说吗？我不能说。那怎么才能让那个孔总经理有些惧怕呢？其实要说怕呀，他们也不是什么都不怕，因为所有的账都是在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走的。但是关键是，这个方行长是不是能情愿跟孔家作对？那就得让他们明白，要是他们再敢这么黑，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绝不会再给他们背黑锅。就2个人，一个崔中实，一个方梦敖。你就给孔家传个话，再不识相，就这2个人就够他们好看的了。那倒是，不过那个方梦敖和崔中实他不听我的，他们当然不会听你的了。我只是让你传个话，怎么，这很难办到吗？那我马上就去办。哎呀，这些混账王八蛋，刚才还在电话里骂我，反正我也没有退路了，光脚不怕穿鞋的。行了，可不必那么置气啊！你只要是把话原原本本的传到就可以了。我原原本本的说，那我提不提你呀？崔秘书，在。你现在马上去通知方孟伟方副局长，南京到北平的火车今天下午5点半应该进站。就说我说的，你代表我，跟方副局长一起去火车站，接北平分行的崔副主任。我这就去。我这就去摊牌，我去摊牌。组织上要是不信任我，我愿意立刻接受审查。景伦同志，上级对你的工作是肯定的，只是你最近思想有些问题。
越接近革命的胜利，越不能患得患失。我接受上级的批评，但是我不承认自己有什么患得患失。若有忧患，也是对革命工作的忧患。北平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进步的青年向往革命，向往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拦他们的革命热情。我完全同意上级的76指示精神，可是76指示也只是告诫我们要注意斗争的策略，并没有叫我们将群众，尤其是进步的青年，拒之在革命的门外。现在国民党当局在东北、华北和中原与我军拉开了决战的态势，但是他们的经济已经面临了全面的崩溃，主要依赖的是美国的援助。正是因为害怕失去美元，害怕全国人民在各城市掀起巨大的反对浪潮，他们才装样子派出一个什么5人调查小组到北平来走过场。而方某敖的大队，正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最好对象。如果能够发动这个大队，对国民党内部进行真正的清查，北平就能够掀起一个新的革命高潮，这对我军在前线和国民党军队决战是最有力的支援。春明同志，服从上级是我们地下工作铁的纪律，这一点我懂。可是作为一个党员，要独立的、真正的理解中央的精神。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再一次郑重地向组织建议，立刻组织一批外围的进步青年，主要是经济系的学生，协助方某敖大队彻查国民党内部对民生物资的贪腐。害怕犯错误，失去这个机会，让国民党利用什么5人调查小组继续欺骗全国人民，我们才是真正的患得患失。春明同志，我的想法都说完了，请您做最后的决定了。只要能为夺取全中国的革命最后胜利做出我们的贡献，犯了错误由我来承担。我们要用事实向组织证明，我们干革命从来没有为个人患得患失。景伦同志，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都说出来。小妈，听说你曾经跟程砚秋先生学过程派，我爹还说你比那些上台的唱的还好。怎么在家从来没听你唱过？是大爸不让你唱？大爸，是吗？程姨，我爸也喜欢程派，您能不能教教我？小玉，你要有这个孝心呐，哪天我带你去见程砚秋先生，让他亲自教你。方叔叔，要拜程先生，我爸比您更容易。我就是想拜程一做老师，让程一教我，以后也免得我爸跟您老叫我唱上海的那些老曲子。你还真想让你程一教你啊？哪天把你程姨啊请到你们家里去，他一边教，你一边学，你爸爸听了也会高兴的，好不好？我今天就想让程姨教一段。今天不行了，孟伟马上要回来了，崔副主任从南京回来呢，要跟我谈工作。木兰，你带着孝玉到咱们园子里去转转，把你爸爸叫上来，一起给我们蒸笼饭吧。梅东，你说徐铁英为什么让孟伟和他的秘书去接崔中石啊？醉翁之意不在酒，
明白你姑父话的意思吗？姑爹，干脆说明白些吧。一是为了党产，这是他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中央党部派他来北平的主要目的。二嘛，现在这个时局，谁不想想退路？徐铁英也缺钱花，党国迟早要亡在这些人手里。要是为了第一条，我挡不住他。如果连他也想趁机捞钱，我虽是个副局长，还真看不上他这个局长。不是钱的问题，徐铁英还没有怀疑崔中实，关键是要弄清楚崔中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这才是性命攸关的事啊！行长的话你听明白没有？一定要沉住气，不要去和徐铁英斗，平平安安把崔中实接回来。见面的时候，一定要像平时一样。至于他是不是共产党，行长和我会搞清楚。记住你姑父的话了。我知道该怎么做。5点了，爹，姑父，我去火车站了。我的东西还没收拾好，这下车了才收拾，早干嘛？抓紧，抓紧啊！辛苦了，崔副主任好。这么忙，你们还来接我干什么？我们局长本来亲自要来的，工作太忙，所以就委托我代表他。崔副主任不会太在意吧？徐局长太客气了，向行长汇报完工作，我立刻就去拜见他。崔叔，上车。徐铁英的秘书，这不等看看这报告。走。干嘛？票，哎，你票呢？看清楚是哪个部门了吗？好像是国防部的。国防部的。哎，票。6点了，行长等久了吧？宋秘书，你也一起到寒舍陪崔副主任吃饭吗？对不起，刚想跟方副局长、跟崔副主任报告，我们局长说先把崔副主任送回家。晚上9点，我们局长会亲自拜会方行长，请崔副主任一起来，有要紧事情跟你们谈。那我就先回家。孟伟，你跟行长讲一下徐局长的意思。行长要是有新的指示，我在家里等电话。用前面的车送崔叔回家。是。
们送崔副主任回家。是。崔叔，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代我向崔婶问个好，道个歉。我一定带到。你也先带我向行长和谢乡里问个好，晚上9点我就过去了。你们的车先走。还是把车先倒出去吧，这儿这么窄，都影响人家走路了。我们送你到家门口吧。哎，不用了，在南京多成关照，来北平还是让你关照。来日方长，孙秘书，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要不要去家里坐坐，一起吃个便饭？不，还是有纪律。崔副主任赶紧回家洗澡吃饭。我们就在这儿等，晚上8点半，一起去方行长家。那怎么好啊？这是我们局长特地吩咐的，也是我的工作。崔副主任，请回吧。那慢待了啊。改日单请孙秘书去全聚德，啊。哎，还是先把车倒出去吧。啊，好的。侬还好吧啦？大约，吃饭。哎呦，爸爸这趟出差没有时间上街，忘记给你们买米老鼠糖喽。没关系，这回你给我们买的，我们还留了1颗呢。哇，你们都洗了澡了，爸爸身上都是汗，就不抱你们了啊。嗯。来。那妈妈会骂你吗？骂几句就行了，骂久了我们就不吃饭，也不写作业。哎。我不敢。哎，哪能闲话介许多啊？快点进来吃西瓜。孙秘书，吃点吧。我不用了，你吃吧。方大队长来了。北平分行的崔副主任是住在这里吗？是。刚到北平，刚进的家门。你们接的？是，我们局长说了，5人小组会议决定，由我们北平警察局协助方大队长查账。那你们好好协助吧。他住哪个门？就这里进去，2号院。崔副主任回家多久了？1刻钟。
总得让人家先洗个澡，吃完饭吧。怎么？还有人等着要见崔副主任？来吧，长官在等你们了。